爱马仕口红最全的试色来喽！口红的常规款呢，一共是有24支，之后每个季度呢都会出现一些季节限定款。那3月份上市的时候呢，是有24支常规款，再加上3支2020年的春季限定款。下面呢是爱马仕口红色号的一个图片，这个图片呢是我用 PS 整理出来给大家的，会比较的直观一点。它的口红色系呢，最主要分为是红色系、粉色系、橘色系、裸色系，还有一支是红橘色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先讲前3个色系，红色、粉色、橘色，一共20支，上色给你看。那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讲一下口红的质地。其实呢，它有缎面的跟哑光的。通过包装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口红是哪一种材质。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个口红的黑色部分，如果这支口红是哑光呢，它的黑色部分就是哑光的质地；如果这支口红是缎面的呢，那它的这个黑色呢就是光泽的质地，还是比较好区分的。常规款所有都是这种黑白金的包装，那每一次的季节限定款呢，就会是一些比较彩色的包装。我现在手里呢就有它2020年春季的限定款，有2支，一个是27号，一个是94号。这些季节限定款我会放在下集的视频里再跟大家试色。爱马仕口红比较环保的一点呢，是它可以换里面的贴芯，但是这个操作我们自己在家里不能进行，我们要拿着这管口红去店里，让店员帮忙操作才可以。OK， 进入正题，首先是红色系的9支口红，我根据它颜色的分类呢，有分成是正红色，还有偏暖一点的番茄红色，还有就是偏冷一点的玫红色、酒红色。首先给大家是最火的64号色正红色，并且这支颜色有哑光和缎面2种质地推出。64这个口红它是正红色，但是饱和度会稍微低一点，所以它是更日常、更百搭、更容易上手的一个颜色。接下来呢就是3支番茄红色，就是比较暖系一点的红色系。46号呢会在红色里面加多一点的白色，让整个的红色度更加的降低。而53呢是又在此基础上加了一点点的橘色系。46和53呢都是哑光的质地。说实话，它虽然是2种颜色，但是不管是上手还是上嘴，我觉得这2个颜色相似度基本上可以达到99%。不仔细观察的话，几乎看不出来这2个颜色的区别。而75号呢，它是比较的光泽感一点，它橘色的程度会浅一点，偏红色系的程度会更多一点。接下来的2支呢，就是比红色再稍微冷一点点的，加了一点紫色、粉色的玫红色，有2支66和68。其中66是缎面，68是哑光色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喜欢66色多过那个正红色64号，因为66号它加了一点点的粉调，所以对我这种冷皮来说呢，上脸会更加的显白显肤色。再加上它是一个缎面的质地，真的是整个红色系里边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这个66号色。接下来这个68号色呢，比66号色再多一点点的红色，红的程度再多一点，但是它是一个哑光的质地，所以这2款呢，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颜色，然后是2种质地。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66号色，就是所有的系列我都会更喜欢缎面的材质，因为像我们平时日常的妆容基本上都是会追求比较有光泽感的，很少画特别哑光的妆面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缎面的材质又可以显肤色好、显气质，又是很百搭、很万能。OK， 接下来呢就是酒红色85号色，也是官方推荐的热门色号。85号色同样呢有2个质地，缎面和哑光。这个颜色算是爱马仕独有的一个颜色，在其他牌子的口红上很难找到完全一模一样的颜色。这个色也是官方推荐要必买的一个颜色，算是一个酒红梅紫色，攻气十足，绝对有一种女大佬的感觉，同时呢又可以非常的妩媚，就是有那种性感小野马，但是又非常独立的大女人人格的一个颜色。OK， 试完了以上9个颜色，我给大家做一下我自己的推荐吧。
首先是番茄色系的3支呢，我是非常喜欢46号色的，53和46非常的像，买不到46买53也可以。然后至于75呢，它番茄的颜色有点太淡了，会更加的偏红一点，就有一点比较尴尬的颜色。那在属于正红色系呢，我把64、66、68放在一起对比下来，我个人是更加喜欢66号色的，它会在红色里面再加一点点的粉色，我觉得会更加的显肤色、显气质一点。最后这个85号色是一个非常经典、难得、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个颜色。虽然我们日常用它的可能性不高，但是有一些需要 PK 或者是需要展现自己的时候，85号色一定是好帮手。如果能买到85号色，还是要入一个的。OK， 接下来就是粉色系，粉色系也有9支颜色，有让人非常非常爱的干燥玫瑰色，还有让人非常崩溃的死亡芭比色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把它分成有玫瑰色、玫粉色和玫紫色。玫瑰色是我非常非常想推荐的颜色，先给大家拿出来，我有把4支分到这个玫瑰色里面，18、21、40、48。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40，它被官网定义成就是正儿八经最正的玫瑰色，个人对它是完全爱不起来了，太芭比了，它又不显气质又不显活泼，我会把它定义为死亡色系。而剩下的这3个颜色，我真的觉得随便买哪一个都可以。首先我最推荐的就是18号，它被称为烟熏玫瑰色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干燥玫瑰色，它并且还是缎面的质地，涂上去真的也太美了吧！我当时涂上这个18号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仙女，特别温柔，特别显气色、显白的一个色号。这个18号一定要入，太好看了。然后同样缎面材质的呢，还有这个21号色。21号的区别呢，就是它会带一点点的橘调，就是在干燥玫瑰色里面又加了一点橘色的那个成分。我自己是觉得涂上嘴18号会更加的好看一点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呢，就是48号，我会把48号定义成18色的哑光款。我觉得它们俩涂上去的感觉90%的相似，唯一的不同呢，就是48号它是一个哑光的质地，这个颜色呢，它算是一个玫瑰木的颜色，它的明亮度会再低一点，再加上它是一个比较哑光的质地，整个玫瑰色呢就会比较的内敛一点。OK， 接下来是3个死亡色号，玫红色，我自己比较不太喜欢的颜色了，但可能有人会喜欢这个玫红色。我把70、42和59放在一起说，因为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相似。大批死亡色号正在来临，42号会比刚刚的那个40号更加的偏粉，会比这个40号再多加一点的芭比亮橘色，除非你是非常白，除非你是对妆面会特别玩的得心应手的话，不然这个42号色我觉得几乎是用不上。再就是70和59，70和59，我觉得它们也是非常类似的颜色，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一个是缎面，一个是哑光。70呢，它的饱和度会更加的高，上色显色度也会更加的高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玫红色色系呢，我会推荐59这个。首先它的饱和度会低一点，所以它涂在嘴巴上的颜色不是那么的浓，会带一点点的玫红色，然后会比较容易的控制，不会一擦到嘴上就立马就是死亡色系。如果这3支玫红色系的话，我觉得唯一推荐的就是这个59号色了。最后2个颜色呢，就是紫色系或者叫紫粉色系，有2支50和78。首先这个缎面的50呢，就是非常亮眼、非常明亮的一个紫粉色了。我觉得这种呢是我平时不怎么会用到的颜色。这个78呢会比这个50更加的内敛一点。首先第一，它是哑光的一个材质；第二呢，它的紫色会更加的深一点，所以涂在嘴巴上不是那么的打眼。这个紫粉色系的口红呢，我也是很少用，但如果真的会比较想尝试一下呢，这2个颜色里面，我会更推荐这个78色，会比较的低调，更加的
百搭一点点。OK， 以上呢就是9支玫瑰色系的口红，其实它的死亡色号正经还是挺多的。那如果购买推荐的话，首先第一个就是18号色，正经的干燥玫瑰色缎面的材质。如果买不到18色，可以买48号，它就相当于是18号的哑光版。再买不到呢，可以买21号，21号也是缎面的，会稍微加一点点橘色的干燥玫瑰色。OK， 那如果非要再推荐一款呢，就是紫红色系的这个78号，也是如果没有这个色系的话，也是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，真的还是比较挑肤色、挑搭配、挑妆容的一个颜色了。那玫瑰色系就到这儿咯，最后一个色系就是橘色系。橘色系只有一个颜色，33号。33号是哪个颜色？就是爱马仕最经典的那个橘色，就是包装袋的那个颜色。这个33号呢，也出了2个颜色，一个是哑光版，一个是缎面版。这个橘色呢，我只能说是非常的有收藏价值。上嘴上妆的话，特别的挑，你整个的妆面绝对不是一个日常可以就涂出去的颜色。这种颜色我也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喜欢看看就好。如果你真的是想实用百搭的话，这个颜色肯定是不合适的。但如果因为它是爱马仕正经的橘色，你想收藏的话，这2支还是有一定的收藏意义的。OK， 以上就是爱马仕20支口红的试色和测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请帮我点个赞了。没关注我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一下，我会经常跟大家见面的。剩下的爱马仕的色号呢，还有它的裸色系，还有一个是红橘色，还有2020年的季节限定款，还有7个颜色。我会把颜色集齐之后，再抓紧给大家把下集更新出来。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